正，你给我好好活着，等着我去接你。知道啦，管家精。吉时一到，和亲的队伍启程，直奔大燕国。帝后并肩站在陈阙的门楼上，望着渐渐消失不见的队伍。老将军，当年你亲手把青青放进朕的怀里，朕答应你会让她平安度过余生，是朕没有护住她，没有护住你唯一的骨血。你在天之灵，一定要护得青青平安无事。哇，一口老血喷了出来。陛下！皇上一手撑着城墙，一手无力地摆了摆。赵国的半壁江山都是老将军打下的，他唯一的女儿现在却去和亲了，朕还有何颜面见他？有何颜面？朕连个孩子都护不住啊！适婚的公主不少，可无论谁去和亲，皇上都死活不愿苏青青去，原因无他，只因当年的承诺。可饶是君无戏言，也终究没能兑现。这里发生的一切，苏青青自然一无所知。马车陆路前行，一直都驶出成都了，吉祥还都缓不过神的，接受不了。殿下，您是不是故意的？那天夜里您就问奴婢那种话，奴婢总觉得不太对劲。这么聪明呀？啊？您真是故意的？啊，开心吗？吉祥心头顿时涌出两句话，一句是脏话，另一句也是脏话。抿抿唇，吉祥万分不解。啊？为什么呀，殿下？在少国咱们横行霸道，吃香喝辣不香吗？为什么要去大燕国给人？吉祥想说，为什么要去大燕国给人当孙子呢？哼，少国香的辣的咱们都吃10几年了，腻不腻啊？我带你啊去换换口味不好吗？哎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不论在哪儿，奴婢对殿下都是忠心耿耿的。他一小丫鬟在哪儿不是伺候主子啊？忠心就完事儿了。从少国到大燕国，路途遥遥，这一路无事，苏青青便交给吉祥大燕国京都的官话。起初吉祥还震惊地问苏青青，他怎么会说大燕国官话？被苏青青糊弄了2次，小丫鬟学明白了。干嘛问那么多呢？学不就得了？公主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吉祥伶俐又知道努力，眼瞧着马车即将抵达大燕国国都的时候，他也学得七七八八了，说着有点不伦不类，但听懂没问题。远远的，苏青青便看到前来迎接队伍的将士策马疾驰而来，平静了一路的心情随着眼前黄尘滚滚骤然汹涌起来。这一刻，他真正意识到他苏青青回来了。只是等到那队将士靠近，一眼看到打头的人，苏青青只觉得那一瞬4肢百骸都在颤抖。苏想，他庶出的弟弟，怎么会？苏想是出了名的不学无术，纨绔不羁，青楼赌坊他倒是常客，可他怎么就穿上了将士的衣裳？而这衣裳应该是西山大营主将的衣裳。他是主将，那原来的主将呢？末将苏想奉命迎接太子殿下回京。末将奉命接太子殿下和荣阳公主回太子府。殿下，按照礼程，咱们不是应该先进宫请安？荣却虽贵为太子，可他的母后是已经薨逝的张皇后。如今的皇后是二皇子殿下的母后，大燕国镇国公嫡亲的妹妹秦皇后。只怕是这秦皇后要有意给荣却没脸。不动声色，苏青青瞧着苏想，该回禀的事情回禀完，苏想起身，神态略带倨傲的反身回马，由旁边一个小士兵扶着上去。哼，堂堂大男人连马都上不利索，竟然就穿了将军的衣服。苏青青正要收了目光，恰好苏想转头看过来，他正好半遮半掩看到了里面的人。传闻少国嫡公主苏青青
花容月貌，却是个十足十的草。杨柳地，烟花烟雨，七月烟雨，画船人未去。是谁在花岗观雨，而我在看你。象征骑在马背上，瞧着苏想呆住的目光，心满意足地笑了。以后有热闹瞧了，引来鸡头巷尾无数人围观。听说了吗？是少国这位公主主动爬了太子爷的床，才成了和亲的人选，要不然根本轮不到他。嘿，可不是嘛。哎，我听说啊，太子爷选的那位，那叫一个秀质兰心。可这位荣阳公主啊，那根本就是草包中的草包嘛。哎呀，哟，就她也配咱们太子妃的位置，真是痴心妄想。那荣安侯府的三小姐才是正牌太子妃呢。哼，就是的，到时候可有乐子瞧了。议论声毫无遮拦地传进轿辇，气得吉祥小脸发青。殿下，这三小姐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气什么？你只记得一点，咱们来这里啊，是来吃香的喝辣的，不是来跟人争宠的。什么三小姐四小姐的，再来个五小姐六小姐，凑一桌牌，我正好押宝，别生这不值当的气。殿下当真不生气？你看我像生气的啊？吉祥仔细瞧了瞧，不像。没有按照预定的章程进宫，也没有按照惯有的礼仪将少国送亲的队伍送到驿馆安顿，一行人直接被送到了荣阙的太子府。苏青青倒是无所谓，前来送亲的人都知道少国国力根本惹不起人家大燕国，更何况狩猎那天还闹出那种丑事，人在大燕国瞧不上他们嫡公主也情有可原，故而也没有人提出异议。一路劳乏，众人早早歇下。等到吉祥呼吸匀称，苏青青轻手轻脚起身，从带来的香笼中翻出易容用的东西，她一刻都等不及。荣阙的书房。殿下，荣阳公主易容离开府中了。荣阙饶是心里已经有了准备，苏青青来和亲目的绝对不单纯，可他还是没想到竟然这么迫不及待。她如何离开的？他府中的那些魑魅魍魉可不少。明白荣阙是什么意思，明露眼底闪过敬佩之色。殿下，荣阳公主是易容出来的，她把自己扮成一个俊俏的小公子，从她住的院子离开府邸，一路上除了奴才发现了她，其他人无人察觉。明露之所以能发现，那是因为荣阙先前给他死命令，让他一刻不离守着苏青青的屋子。你确定无人察觉？奴才确定，甚至奴才还向咱们几个暗卫询问过，连他们都没有察觉。这些暗卫都是专门得了荣阙的指使，特意留意少国使团院子的。荣阙眉梢轻轻抖了一下，靠着椅背冷笑。哼，他倒是功夫了得，派人跟着。已经跟着了。荣阙一摆手，明露退身出去。明日便是新婚大典，他这次当真选对人了吗？夜深秋风起，荣阙负手立在窗前，看着外面蒙蒙夜色，神情凝重中带着一抹不浓却也令人无法忽略的悲痛。而此时苏青青轻巧地翻过苏家的宅院高墙，熟门熟路，直抵苏静和的院子，她一母同胞的亲妹妹。整个苏家一片静谧，偏苏青青闪身翻进了苏静和的院子时，迎面瞧见正屋暗黄的光，怎么还没睡？苏青青心下疑惑着，朝正屋靠近过去。原本精致的闺房，简陋的还不如府中三等丫鬟的屋子。小姐，小姐，醒来喝点水，烧成这个样子不喝水不行。小姐。秋月，你睡会儿吧，我没事。小姐，别说话了，留着点体力。奴婢喂您喝水，喝了水睡一觉，等明儿奴婢去穗红楼找杜妈妈。以前将军在的时候，将军总去穗红楼，杜妈妈和将军熟，说不定能借给咱们点银子。苏青青在外面听着，如若五雷轰顶。她嫡亲的妹妹，将军府堂堂二小姐，现在是病了，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吗？庶出的苏想
成了西山大营的将军，荣耀到能迎接太子回京，他嫡亲的妹妹却病成这样没人管，怒火中烧。不要去，小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您怎么，若是不去，您这病怎么办？夫人必定是不会给请大夫的，老爷又不管，奴婢不能眼睁睁看着您病死啊！能当的东西都当了，奴婢身上这衣服是府里的，当不出去。您自己个儿就剩下这一身衣服了，再不去，那也不许去。以前我们去找的人，哪一个有善终？我们不能连累杜妈妈。你前脚去找她，不出3日，我怕她就要横死街头。这话却让苏青青听得如让人挖心刮骨。泾河找过的人都不得善终。二小姐要吃秋高糖吗？将军托我给二小姐送秋高糖。1年前姐姐出征。姐姐，听说那边的秋高糖极好吃，姐姐回来给我带点好不好？姐姐摸摸她的小脸说好。秋高糖再也没有吃到，姐姐再也没有回来。所有和姐姐亲近的人，不是入狱便是横死，一切天翻地覆。发烧发得全身酸痛，这一瞬，苏泾河只当自己临死之前出现了幻觉，他苍白孱弱的脸上绽出一抹笑。你是姐姐派来接我的吗？我要去找姐姐了吗？苏青青瞧着苏泾河这样子，心头疼得喘不上气来。这傻丫头，以为自己要死了吗？当日将军托我给二小姐送秋高糖，只可惜因这些私事耽误了，再下来迟，还望二小姐莫要怪罪。你不是姐姐派来接我的，姐姐不接我吗？姐姐不想我吗？可我想姐姐了。二小姐现在病着，在下先带二小姐去瞧病，可好？你当真是将军派来的人？我知道，你是秋月。我也知道，你是将军从难民堆里捡来的，那时候你才5岁，差点被饿急眼的难民活活煮了，在下锅前一瞬，将军救了你。秋月睁大眼，心头狠狠一抽，他的这个过往没收旁人，就连二小姐都不曾知道。你当真是将军的人？虽是问句，可这一刻他已经相信了这个突然出现的少年，倒不是因为这番话，而是这是他和苏泾河苦难的日子里唯一出现的稻草。公子救救我们小姐！他死死地抓住苏青青的裤腿，苏青青若万箭穿心般吸了口气，将自己从眼前的悲痛中拔出来。秋月起来，我们先去瞧病。不及话音落下，苏泾河一头栽倒在床榻上，苏青青吓得一步上前，苏泾河烧得全身滚烫，烫成这样。3天前，二小姐被3小姐推下水，奴婢救了小姐上来之后，便开始发烧。夫人不肯给请大夫，奴婢和小姐这边又一点银子没有。公子，耽误不得，我现在便带他去瞧病，带你一起离开不方便，天亮之后你自行离府，然后等到明日傍晚，你去太子府寻一个叫吉祥的人，到时候再与你细说。秋月哪儿放心啊，只是情况紧急，苏青青没给他多话的机会，简单交代完了，抱了苏泾河便离开。他们一走，秋月忽的一股浓烈的后怕涌上心头。天哪，他怎么就糊涂了，任由一个陌生人把二小姐带走？这若是有个意外，他怎么对得起将军呢？可现在人都走了，他焦灼不安如同万草一样从脚底缠绕上心头，却偏偏无计可施。吉祥，快去把林太医喊来。林太医是苏青青和亲陪嫁中的一员，这些年他一直是苏青青的专用御医。吉祥迷迷糊糊的被喊醒，压根儿没反应过来，
等到带着林太医折返回来，吉祥才蓦地发现他家殿下的床榻上躺着一个面颊通红、骨架纤弱的姑娘。吉祥一瞬间瞌睡全散了，什么情况？大变活人啊！给他瞧瞧。寒气入侵不甚严重，只是这位姑娘气血不足，营养不良，身子孱弱，扛不住这寒气，才高烧昏厥。臣开个方子，吃了便无碍。劳烦你了。不吃汤药，药丸可以吗？林太医一怔，旋即明白过来，他们初来乍到，还未正式成亲，现在在太子府煎药的确不妥，更何况这位病着的姑娘还不是他们少国这边带来的。药丸多是补气养血的，等到了风寒散了便可吃着。眼下的病症最好还是煎服汤药。这些日子大家赶路劳发，臣原本也打算明日一早就熬一些汤药分给大家，补一补身子。这话就是为苏青青找恰当的理由打掩护了。苏青青岂能不懂啊，当即感激。如此有劳了。殿下，他是谁啊？苏青青不打算瞒吉祥，毕竟他在大燕国要办的事儿，出去进来离不得吉祥跟着。你听说过大燕国有一位铁血女将军吗？和您同名同姓。对，与我同名同姓。但是她战死沙场了。这个是她的妹妹苏静和。大将军的妹妹？大将军的妹妹怎么瘦成这个德行？那位大将军和这位二小姐是府中嫡出，府里还有几位姨娘和庶出的兄弟姐妹。他死之后，府里想必发生了不少变故。吉祥平时画本子可没少看，一个瞬间脑子里就脑补出800场嫡庶大战。小可怜。殿下，他家发生了什么事，关你什么事呢？你大半夜的从哪儿把人搞来的？你怎么认识人家呢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，其实就在惩治沈夜那日晌午，我午睡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了那位大将军。他说他是被人害死的，他说他的妹妹现在过得好可怜，让我看在我与他同名同姓的份上帮帮他。作为交换，他把他毕生的武功在梦里传给我。这你让我相信？你该不会真的觉得我是个傻子吧？虽然奴婢非常想相信，但是无奈奴婢就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脑子的。那你试着暂时先把你的脑子收起来。苏青青带着苏静和回来的消息，眨眼被明禄回禀给了荣雀。你确定？奴才确定，正是苏府的二小姐苏静和。自从苏青青战死沙场之后，皇上便取了她府上将军府的封号，苏家的门匾只能挂苏府2字，不计代价的来和亲。来了大燕国的当夜，便把苏家的二小姐带回来瞧病，武功高强，易容术精湛，甚至连府中的暗卫都未曾发现异常。这人到底要做什么？饶是荣雀自忖谋略过人，此刻也想不通这位少国的嫡公主究竟打着什么算盘。你继续盯着那边。是。一会儿你也向林太医讨一碗药。明禄知道他家主子这是要给荣阳公主打掩护，翌日便是成亲吉日，可老天爷似乎并没有给这对新人什么脸面。从寅时起，瓢泼大雨便不住的下，直到宫里的嬷嬷抵达太子府来给苏青青梳妆，这雨依旧下的是气势磅礴。当时二殿下成亲可是艳阳高照的，怎么轮到太子殿下竟是这般的鬼天气？来给苏青青梳妆的嬷嬷是皇后派来的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，话说的有些难听。不等苏青青开口，吉祥翻了个白眼。
哎呦，您这话的意思是钦天监故意为难太子殿下了？这可真有意思呀！要不然让我家公主一会儿叩见圣恩的时候，帮您传一句，问问钦天监的意思啊。奴婢不过是说说天气而已。太子妃跟前的婢女也太过刁钻了一些，这样的婢子若是在我们娘娘跟前，那必定是要宫规严惩的。哼，宫规严惩也没弄死你这个多嘴多舌的玩意儿，你们家娘娘不太行啊！你，嬷嬷抓着苏青青的头发正梳，被气得手一抖。苏青青反手一把捏了她的手腕，酥麻刺骨的疼登时的钻心袭上。嬷嬷半边身子一歪，疼得松开了苏青青的头发。不梳也罢，今儿我就这样成亲好了。说着，苏青青起身便往床榻方向走，正要发火拿捏苏青青，得了这话，吓得腿都软了。他的任务就是来给太子妃梳妆，如果太子妃当真披头散发的去成亲，他就算是有1万个理由，皇上也能把他给砍1万次。跟着嬷嬷一同来的几个宫女中，其中一个是皇后寝宫的2等宫婢，自觉自己身份与旁人不同，拿桥教训：殿下不梳妆怎么行呢？成亲大事，事关2国颜面。公主殿下既是来和亲，为的便是2国和睦，怎么要在这种时候使性子呢？就是，公主殿下在少国金娇玉贵，可到了咱们这里，我就是少国想要求着咱们大燕国。这话让屋里几个少国来的婢子嬷嬷齐齐脸色大变。这话说的有水平，有本事咱们今儿啊在成亲的路上，当着万千百姓再说一遍，你若不说，我当你是我孙子，敢吗？人人都说我是用了手段爬上了太子殿下的床，才成了和亲公主。我这么卖力的来了这里，怎么见了你们2个，就连头发都不梳了？你说别人要怎么想呢？都说少国的公主是个草包，没想到这草包的脾气还这么大，还这么不知羞耻。爬床这种事儿，他自己竟也能说出口来。他原本奉皇后娘娘的命，想要压一压这公主的气势，没想到竟然让对方占了上风。对方到底是主子。公主殿下当真不梳妆？哼，你当我是吓大的？转头，苏青青在床榻上稳稳地坐了。一时间，屋内气氛剑拔弩张。正在这时，外面喜娘催促，还有1刻钟便是吉时。新娘要加盖头，苏青青不紧不慢地垂着头，把玩自己裙面上的绣花。吉祥立在苏青青一侧，哼着小曲儿玩指甲，看上去风轻云淡，实则里慌的一批。他家主子啥意思嘛？该不会真的要披头散发的去成亲吧？要是这个嬷嬷真敢把刚刚的话朝外嚷出去呢？毕竟好像似乎他说的其实也没错，他们来和亲就是求着大燕国能与少国和睦相处。琢磨着这些，吉祥心头决定，如果一会儿他家主子没有台阶下，他就主动认错好了，大不了被惩罚一下，他就当个刁奴，也不能让殿下吃亏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合同。吉祥心头主意才刚刚拿定，还没在心里击个掌呢，梳头嬷嬷跪下了。吉祥眉梢一动，啊哈，我不用当刁奴了。哼，嬷嬷哪里知道吉祥丰富的心理活动啊？吉时马上到，她不能真让这草包公主披头散发的去成亲，更何况皇后娘娘跟前的人都给她使眼色了。嬷嬷秉着忍辱负重的心态，陪笑认错。方才是奴婢多嘴了，奴婢知错，太子妃娘娘就莫要与奴婢一般见识了。咱们梳妆好吗？还让我也认错？他脖子一梗，本能的拒绝。他现在代表的是少国，岂能随随便便让一个宫女都踩在他头上？眼见苏青青不搭理自己，嬷嬷一咬牙，砰砰磕了2个头。苏青青依旧纹丝不动。喜娘又催促了，2等宫女站不住了，
一咬牙，扑通也跪下。这一下，苏青青没等他开口，便起身朝铜镜前走。他给我梳头，你不许起来。那宫女直接脸色铁青。你等着。苏青青透过铜镜与他对视，嘴角勾着冷笑。我等着。嬷嬷心里再大的委屈和怒火，也不敢再多嘴多舌半句，麻利的将头发梳好，刚刚收拾整齐，喜娘扯着嗓子喜庆的声音便传了进来。吉时到，新娘加盖头。按照昨夜说好的，吉祥留在府中照顾苏静和，并等着在傍晚时分接了秋月进府。苏青青只带了另外2个婢女，在喜娘的搀扶下迈出房间。从头到尾，她没说一句让那宫女儿起来的话。荒唐的婚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她荒唐的本质。苏青青从太子府客房出阁，入嫁太子府正院。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？我们深情的对望，我们故事还长，有你就是远方，把你刻在心上，让我每天永念上。不惧黑夜太过漫长，我知道你在身旁，让我殿下，这不合适吧？盖头不是得由着太子来掀开？苏青青呼的大喘一口气儿，仰面在床榻上躺了。太子未必过来。再说，等他过来都什么时候了？静和呢？在奴婢屋里呢，已经退了烧，没事了。秋月姑娘陪着呢。啊，对了，殿下，今儿秋月姑娘来，府上好多人都看见了，他们还和奴婢打听秋月姑娘来做什么。你怎么说呀？奴婢说关你屁事啊。说的不错。就是苏二小姐今儿一醒来，见是在咱们这里，说什么都非要离开，奴婢当时没办法，就你把人敲晕了？啊？但是奴婢没有用太大力气，真的。没事。真的？可奴婢觉得殿下好像看中这位苏二小姐呢，奴婢还以为殿下要惩罚奴婢。哼，你若是任由人走了，我才真的惩罚你。可咱们这么突然接个人过来，太子殿下会不会不愿意啊？不愿意？若是荣雀不愿意，他昨夜压根就带不回来。不会。好了，你去看看苏二小姐睡了没，若是没睡，请她过来说话。呀，算了，还是我过去吧。听着门外有脚步声传来，紧跟着行礼问安的声音响起。殿下金安。荣雀来了。苏青青眉心微蹙，转头朝大门看去。荣雀穿着尚未褪去的吉服，抬腿进来，身上有浓浓的酒气，看样子应该是直接从宾客席过来的。他面无表情，身边也没有跟着旁人，进来便直奔内室过来。苏青青朝吉祥递了个眼色，吉祥会意，在荣雀进来的功夫给他行礼告退。荣雀扫了一眼苏青青拆卸下来散乱扔在床榻上的头饰，这倒真是这位公主能做得出来的。今天我在这边睡，有些话本王提前与你说明白。本王只是睡在这边，你和本王之间休要有其他打算。你我不过是彼此利用。顿了一下，想到苏青青那些诡异的行为，他冷着神色又说道：另外，本王提醒你一句，不要玩火自焚。怎么，殿下需要我配合完成恩爱夫妻的形象？这有点不符合故事进展呢。我可是用了爬床的手段棒打鸳鸯才成了太子妃呢，殿下不该恨我吗？如此都能让本王与你恩爱，不显得你非同小可，不然岂不是辜负了你今日一早的努力？激怒皇后的人，这明摆着就是直接向皇后宣战。我只是完成了太子殿下想要做但是不方便做的事儿，这不正符合我们彼此利用的核心主题吗？
只是我这么快就不草包了，我怕向大人暗杀我。怕暗杀，你还折腾那么多？配合殿下倒也不是不行，恩爱还是仇视你说了算。但是下次若再让我发现殿下派人跟踪我，我这人脾气不大好，到时候做出什么失控的事可不由我。本王迎娶你回来，可不想听到什么闲言碎语。放屁！明路是瞎了吗？还是他没有忠心耿耿的把我究竟做了什么如数回禀给你？我只是警告你，本王不想给你收拾烂摊子。苏青青撇嘴，耸耸肩，没搭理他。见苏青青这个表情，荣雀怒气上来。怎么，你觉得本王是危言耸听？你堂堂少国公主，抵达我大燕朝的第一天夜里，竟然就去苏家抢了苏家的二小姐回来。这若是让人知道，不是烂摊子吗？呵呵，成为烂摊子的前提是让人知道，可很明显，这事儿没人知道。本王不就知道了？那你收拾你自己呗，烂摊子。哼，在大燕国，纵然身份再怎么微妙，他也是一国太子，还从未有人在他面前如此说话。荣雀不禁火上心头。你放肆！所以今儿你过来是专门吵架的吗？如果是，大可不必。我这个人呢，很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所以您说的对，您有理，都听您的，可以吗？荣雀差点没让气绝过去，正要发火，又觉得倘若发火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又只得将这火气生生咽下。事已至此，你我已是夫妻，本王有权利知道你为何非要来和亲，为何要冒险给苏家二小姐瞧病。苏青青用一种气死人不偿命的态度悠悠说道：因为我叫苏青青啊。你这么急躁做什么？听我说完呢。你们大燕国是不是有一位大将军叫苏青青？本公主与他同名同姓，听说他战死沙场了，那本公主为同名同姓的他照顾一下被人欺负得快死的妹妹，算是什么令殿下您容不下的大事呢？积善行德不懂吗？苏青青瞧着荣雀那一张怒脸，别人生气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荣雀，殿下，我可是您费尽心机亲自选回来的，气成这样，您这不是上赶着找气受吗？做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呐。再说了，我昨夜做了什么？若是没有您的默许，我能成功？何必得了便宜还卖乖呢？滚出去睡觉！苏青青原本还想再呛他两句，谁让这玩意儿说话总是一副258万的样子，好像谁欠他几百万两似的。但是想到自己事情还没办完，再加上的确又有点晚了，故而放弃。行吧，外屋就外屋，谁让你我恩爱的如胶似漆呢？哼，呵呵。荣雀摸摸牙啊，我选的。虽然俩人一个睡内室，一个睡套间儿，可关系到底避不开唯一的一个盥洗室。苏青青不着急睡觉，出了外屋就毫不避讳的将吉祥叫进来。苏二小姐睡了吗？殿下，您把太子给劈晕了。屋里荣雀，别没大没小的，以后叫娘娘。你还有脸说别人没大没小？吉祥被苏青青戳了一下，捂着脑门点头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那个苏二小姐吃了药睡下了。你把秋月叫来，指个咱们这边的过去且先伺候着。吉祥一诺，转头执行。不过须臾，秋月被带了过来，她双眼通红，可见是刚哭过没多久。苏青青一惊，怎么又哭了？可是静和又发烧了。秋月扑通给苏青青跪下，砰砰砰磕了3个结结实实的响头。自从将军战死沙场，他和二小姐的日子简直从天堂直线坠入地狱，
奴婢谢太子妃娘娘大恩大德，谢太子妃娘娘救了我们小姐，太子妃娘娘……这个我不爱听，你也别说了，起来。昨儿夜里，苏青青就嘱咐吉祥，今儿秋月或者静和问起来，只说他是昨夜那小公子的挚友，那小公子不方便留在京都，托了他照看。说说你们府上的事，将军死了之后，你们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？我们将军是1年前战死沙场的，将军走了没有1个月，老爷便将周姨娘扶正。以前老爷疼爱二小姐，可自从将军出事，老爷就好像二小姐不是他亲生女儿一样，不闻不问的，哪怕是3小姐屡屡欺负二小姐，老爷也从来不管。你们没有找将军之前的救不求救吗？苏青青看着秋月，心里刀割似的。当然要找，他们那么往死里作践二小姐，岂能不找？可不等我们找呢，有几个将军先前的旧部便要么横死沙场，要么因故入狱。有些与将军交好的，但凡我们找上一家，那人必定跟着就要出事。后来二小姐发现有人暗中盯着我们呢，我们就像是被撒出去的诱饵，谁找上我们，或者我们找上谁，就有人顺藤摸瓜的把这人给收拾了。如此，我们还哪敢再去麻烦别人？无一幸免吗？奴婢知道的几个，刘将军、三哥、赵老七、王胖子、苏副将、赵参将都没了。一口老血涌了上来。啊，公主！秋月也吓了一跳。屋里，荣雀眉心紧蹙，手指紧紧地捻了一下。我没事，这些都死了，还是有在牢里的。三哥王胖子、赵参将在天牢，听说是下个月问斩，其他的都死了。都死了，这些都是随他出生入死的兄弟。镇宁侯府的世子呢？镇宁侯因圈地贪墨被朝家隔绝，阖家流放去滇北。那玉贵妃？玉贵妃自缢宫中。饶是苏青青再怎么铁骨铮铮，也经不住这样的挖心之痛。苏静和与镇宁侯府的世子有婚约，若是他没有出事，明年9月份大约就是婚期。他与静和丧母早，他又出征不在家。宫里的玉贵妃，镇宁侯的长女，镇宁侯府世子的嫡亲姐姐，在进宫前总是对静和百般照拂，现在所有与他亲近的人都不得善终。那苏云云呢？苏云云，苏家的3小姐，姨娘周氏的亲生女儿。3小姐得了太后娘娘亲眼，说是要给二殿下做侧妃。这什么王八蛋人家呀！等到要了解的那些基本都了解完，遣退了秋月和吉祥，苏青青抱腿怔怔地坐在床榻上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荣雀从内室出来，走到苏青青的面前，声音是前所未有的平和。只可惜苏青青现在心里像是裹了一团火，尤其荣雀还是这大燕朝执掌生杀大权的人的儿子。眼皮未动，不予理睬，已经是苏青青对荣雀最大的友好了。你们大燕国的皇帝真是明君。讥讽、嘲谑达到了极致，其中蕴含的愤怒几乎若烈火。他嘴角还有已经凝固的血迹，让人看着触目惊心。荣雀捏着苏青青下颚的手，不由得轻轻颤了一下。你为什么对我朝苏将军的事情这么感兴趣？苏青青瞪着荣雀，一言不发。荣雀有些失了耐心，冷笑一声。哼，你要明白，你在这里是依附于本王的。依附？哼，你未免也太过自信了。我依附于你的事只有一件，那就是从少国来这里。只有一件？若无本王的庇佑，你在大燕国不知要死得多惨。荣阳公主太过自信的人，未免是你。是吗？那殿下既然觉得我如此无用，
怎么还要想尽办法让我来大燕朝呢？我是你亲自带回来的，没错吧？荣雀一噎。哼，殿下是自欺欺人呢，还是想要用这种卑劣又滑稽的手段蒙蔽我，以达到控制我的目的的？我们的关系，你之前说的明明白白，彼此利用。既然是彼此利用，那就请尊重对方。我从来不对殿下您要做的事情多问一句，你为什么总要纠缠我呢？纠缠？彼此利用不假，可你既然是本王的太子妃，那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，自然也会被算到本王头上。否则你以为本王愿意多管你的事？刚才你也听到了，但凡与苏将军有关的人都会被逐一清理。你与苏静和如此，怎么，本王难道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，却要负担风险吗？担负风险？苏将军为你们开拓疆土的时候，你们这些皇室子弟怎么不觉得自己担负风险呢？苏将军为你们拦下外敌入侵的时候，你们这些皇室子弟怎么不觉得担负风险呢？如今他死了，倒成了风险。荣却真真切切感受到苏青青身上的杀意，他不由得怔了怔。苏将军被定了投敌叛国，这几个字他一字一顿，说得咬牙切齿。苏青青则瞠目结舌之后，一口老血喷了出来。投敌叛国？荣却瞧着苏青青的反应，张张嘴想要说话，却又将永至舌尖的内容咽了下去。他一甩衣袖，转头回内室，只是走到门口处，轻轻地撂下一句：本王从来不信他会如此。所以你默许我带苏静和回来？语音落下，未见回答，是他冲动了。站在荣雀的位置，于情于理他都会狐疑，都该过问。毕竟他的身份只是少国的公主，而他做的那些事又的确是太过惊心动魄，令人匪夷所思。其实作为彼此利用的关系，他早就想好了要如何与荣雀解释，也完全能够和平地解决这个问题。可今天之前准备好的一切都在他情绪最差的时候成为枉然，是他没了理智。这绝对不应该发生在他一个想要复仇的人身上。这一夜不知多少人酣梦，不知多少人无眠，浑浑噩噩，直至天亮时分，苏青青才勉强睡了一小会儿，紧跟着便被喊醒，梳妆打扮，进宫敬茶。夜里分房而睡，白日进宫，两人却要共成一年。经过一夜，彼此都冷静下来，昨夜是我不对。荣却仿佛没想到这人竟然还会低头道歉，挑了下眉毛，没有说话。彼此利用，从在南少国起，殿下与我便一直心知肚明。只是这要如何利用，我们却都没有明说。殿下的想法，我不逼着殿下讲给我，我只按照自己的猜测去做。目前看来，是做对了。荣却一言不发。至于我不瞒殿下，我之所以费尽手段来大燕国，就是为了苏将军一事。许是你不信，事实上是他给我托梦了。他说他死得好惨，让我帮他查明真相，否则便化作厉鬼来向我索命。不去写话本子，真是屈才了。苏青青原本酝酿出来的推心置腹的情绪骤然荡然无存。殿下何必活得这么明白呢？糊涂点不好吗？糊涂点儿让你骗？我既不骗财又不骗色，我做的事呢，桩桩件件都不损害您的利益，您何必与我这么针锋相对呢？不损害本王利益？别的不说，你也一定在调查苏将军的事吧？殿下想知道我是如何知道的吗？
荣却看向苏青青，苏青青没等他开口就笑了。我若不确定我想做的事正好是你想做的事，那我就算是再想来大燕国，也不会与你彼此利用。荣却琢磨着苏青青这句话，直到马车抵达宫门口，他忽地恍然，紧跟着朝苏青青投去愤怒一瞥。什么彼此利用？分明就是苏青青单方面利用。苏青青作为少国的嫡公主，到底是如何知道她在查苏将军的案子呢？然而这话现在没有机会问出口了。苏青青幸灾乐祸地笑着起身下车。有本事的话，你就多活几日。殿下是在提醒我，今天这敬茶不好应付吗？多谢殿下好心相告。你看，咱们还是能和平共处的，不是？以后有话多好好说，多好。太后寝宫，母后，这太子妃与传闻中可不太一样。昨儿竟是扬言不肯梳头，硬是要儿臣跟前的人给她跪下了，才勉强装扮一番。这未免有些太过无礼。你与一个小孩子家置什么气呀？象征不是说了吗？这就是个天真憨厚的。母后，这可不是什么憨厚的主儿，儿臣瞧着好是精明着呢。哈哈哈，是不是精明？一会儿见了就知道了。这还没怎么呢，你倒是把自己个儿先给气着了。这毛躁的毛病啊，什么时候才能改了？娘娘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太后满意的颔首，目光又落向脚下。好了，你也忙了半天了，起来吧。苏云云正在给太后捶腿。臣女不如婉如姐姐能干，唯有这些不用动脑子的活，臣女做得好。太后娘娘就让臣女多尽尽孝心。婉如，秦婉如，二皇子的正妃。要说憨厚啊，这个才是真的憨厚呢。苏云云惭愧地红着脸低头。婉如的肚子还没有动静吗？这都嫁过去1年多了。还没有呢。下个月云云进府，兴许儿臣就能做祖母了。太后扫了苏云云一眼，没说话。嫡长子到底不该是庶出，只是这话当着苏云云的面不好说。偏皇后没有这样的自觉，还想着让苏云云先生出来。哀家听小七说，你们家在给你二姐议亲了。小七是皇后嫡出的公主，排行第7，封号端和。回太后娘娘的话，臣女知道的不多，好似听母亲提过一次。哀家这边倒是有个好人选呢，不知你母亲满意不？那臣女帮太后娘娘传话。晋阳王过些日子回京，他一直托哀家给他找一位合适的续弦。哀家又不是媒婆，跟前哪有那么些合适的姑娘？又要身份体面，又要人品端庄，还得容貌尚可。苏云云一听晋阳王，差点笑出声来。谁不知道这晋阳王是个醉鬼、老纨绔，早年丧妻之后就一直孑然一身，如今已经60多，还成天酒壶不离身。苏静和要嫁给这样的人，那才是大快人心。就是不知晋阳王愿不愿意，毕竟我们家出了那么一位不光彩的，与静和还是一母同胞。苏家嫡长女苏大将军投敌叛国，皇上感念其父苏云鹤大义灭亲，有举报之功，便罪不及家属，没有牵连论罪。什么不光彩呀？你们是你们，那人是那人。皇上都摘了你们家将军府的牌匾，
重新赏赐苏府。你们与那人再无任何关系。正说着话，外头婢女回禀：娘娘，太子殿下与太子妃娘娘来敬茶了。你起来吧。他们可是去过皇上那里了？陛下正与兵部尚书大人议事，内侍总管说让太子殿下且先来娘娘这边，等这边敬完茶再去御书房也不打紧，说不准一会儿皇上若是赶得上，也直接过来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扮演恩爱。荣却吸了口气，没再多言，两人进殿。见着他俩竟然是牵手进来的，皇后和太后双双蹙眉，一个对视。不是说这亲事是苏青青爬窗抢来的吗？为什么荣却还一副很喜欢的样子？可是去拜过列祖列宗了。回母后的话还未去。既是没去，怎么这个时辰才来？可是府上有事。苏青青低着头没开口，她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苏云云。昨儿夜里睡得有些晚，今儿一早起床时遇上点意外，故而来晚了。荣却声音里透着尴尬，略红着脸，心头还没滚过怒气呢。苏青青仍是没忍住，默默地翻了一个大白眼儿。好家伙，这就差把彻夜春宵直接说出来了。想不到这人看着冷冰冰的，骚起来这么骚，哼，比不过，真的比不过。敬茶吧。顿时便有嬷嬷端了茶盏过来，苏青青和荣却面前一人一个蒲团，两人双双跪下，从嬷嬷手中接过茶盏，一人一盏，恭恭顺顺的给太后和皇后敬茶。皇室规矩，晚辈敬茶，长辈赐茶。当宫人重新端了茶盏递到苏青青手中的时候，茶气氤氲，她不由一愣，这茶，隔着蒸腾而起的缕缕茶气，苏青青抬眼朝太后和皇后看去。这俩人原本正盯着她看，忽地迎上目光，太后依然岿然不动，一派泰然，皇后却下意识的目光躲闪了一下。扫过皇后的反应，苏青青低头看手中的茶，心头冷笑一下，仰头将那茶喝了。眼见苏青青喝了茶，皇后顿时松了口气。敬完茶，荣却扶苏青青起身。皇祖母，孙儿……不等荣却把话说完，苏青青忽的身子一弯，捂着嘴巴便干呕一下。荣却一惊，转头看他。你怎么了？苏青青朝荣却摆手。没事，就是突然有些恶心，不要紧的。说着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又是一股恶心翻上，他忍不住再次干呕。太后眼底闪过笑意。哎呦，刚刚还好好的，怎么就干呕了？别不是病了？从南诏国来咱们这里，这一路风尘仆仆，还未来得及歇息，紧跟着便有成亲折腾一日，便是铁打的身子也撑不住了。去传太医。不用兴师动众，不碍事，许就是有些着凉，回去喝些热水便好了。荣却蹙眉看苏青青，苏青青任由荣却扶着，手不经意间在他手臂捏了一下。荣却当时心领神会，那茶有问题。皇祖母，既是青青不舒服，那孙儿便先带她回去了。折腾什么？已经去请太医了，就在这里瞧一瞧，瞧过了，哀家也好放心。你也是，不知轻重。太后嗔怪地瞪着荣却，苏云云一个未嫁女，腾地红了脸。孙儿知错了。太后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她若强行带走苏青青，就不合规矩了。再者，这个女人还不到让她强行带走的地步。甚至这一瞬，荣却更想看看这个女人的能力。说话间，被传的太医就赶到了。苏青青心头冷笑，这太医怕是就住在太后寝宫吧，不然怎么几句话的功夫就能来得这么快。荣却扶着苏青青在一侧的椅子坐了，
太医将棉质帕子垫在苏青青手腕处，伸出2指搭脉。诊着诊着，太医忽的脸色大变。哎呀，太后娘娘恕罪呀！好好的，你发什么疯啊？老臣许是这医术不佳，太后娘娘不妨请太医院的院手，来给太子妃娘娘请脉吧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母后的平安脉一直都是你在请着，怎么就医术不佳了？太子妃到底是什么病？太子妃娘娘已有身孕，3个月了。这话就像是个雷，登时炸响在太后寝宫。荣去满目震惊，看向太医。身孕？你是什么意思？太子妃怎么会有3个月的身孕？我们昨天才成亲。臣罪该万死，臣罪该万死呀！御医磕头如捣蒜，仿佛让苏青青怀孕的人就是他似的。放肆！苏青青稳稳坐着没动。没想到少国的公主如此不知廉耻，昨日才成亲，你竟然就已经有了3月的身孕，你拿我大燕国皇室当神吗？你如何解释？荣却仿佛遭不住这个打击，向后踉跄一步。你当真怀孕了？3个月？苏青青四平八稳坐在那里没动，连看都没有看荣却一眼。无话可说，是休妻还是和离？是打入监牢还是如何？全凭太后娘娘发落。太后原本以为苏青青要求饶抱屈，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人1不哭2不闹，甚至连一句辩解都没有，直接来了这么一句，倒让太后精心准备好的话堵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。哼，你少国皇室丢得起这个脸，我大燕国还要脸面呢。来人呐，给他端落胎汤，1碗落胎汤喝下，你好自为之。自此青灯古佛，积善行德，也算是我大燕国对你少国的一个交代。太后这话才落音儿，1碗落胎汤便若变戏法似的被端了出来。你若不喝……苏青青缓缓起身，直接打断。她从嬷嬷手中接了药碗，喝，怎么能不喝呢？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亲自给我做的落胎药，我若不喝，岂不是不识抬举？苏青青端起药碗便朝嘴边送去。皇后心跳砰砰的，她怎么也想不到事情就这么顺利。就在皇后眼睁睁看着苏青青把药碗送到嘴边的时候，苏青青忽的动作顿住。你怀孕了吗？放肆！问问而已。问你呢，嬷嬷，怀孕了吗？老奴伺候太后娘娘一辈子，怎么可能怀孕？真是无稽之谈。太子妃莫要拖延时间了，恬不知耻的带着身子来和亲，也就是我大燕朝的陛下与太后娘娘仁德，才没有怪罪到赵国去。啊，那我真是命好。那你呢？你怀孕了吗？苏青青目光又落向苏云云。你仿佛被气得说不出话来。皇后狠狠地剜了苏青青一眼。胡言乱语，你当谁都像你一样未婚先孕吗？哎呀，那就是也没有身孕了。他说着话，将药碗再次送到嘴边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苏青青要喝下去的那一瞬，他忽的一把捏住嬷嬷的嘴，将碗里的药直接朝她灌了下去。这一举动来得猝不及防，登时惊住殿内所有人。荣却凝重的面容晃过一抹轻笑，是有些本事。就在大家以为苏青青要一碗药都灌进嬷嬷嘴里时，她忽的脚尖点地，直冲苏云云飞去。
不及皇后太后呵斥喊人，她碗里余下的药尽数落进了苏云云的嘴里。苏云云被迫张着嘴，瞪着眼睛，拼命的挣扎，却也拦不住嘴里的药咕咚咕咚进了肚子。苏青青，你放肆！来人呐，把这不知礼法不知羞耻的少国公主给哀家拿下！太后噌的起身，一声怒喝，当时有殿外宫人涌进来要捉拿苏青青。却在那宫人进来的一瞬，被苏青青灌药的嬷嬷和苏云云惨叫着朝地上瘫倒过去。